今天我要说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吉尔的研究，他不是在预测明年的股市，而是在给我们未来的经济判刑。很多人问，现在的经济低迷究竟是暂时性的还是结构性的？莫吉尔的答案直指核心。他说，一个国家的命运是被一种叫做增长文化的底层代码所决定。在西方国家，增长文化是指两件事：开放竞争的思想市场和追求有用的知识。学者要和工匠联姻，知识要能改善生活。反观我们则恰恰相反，长期的大一统思想垄断市场，几千年的科举制度就像一个精巧的人才陷阱，把我们最聪明的脑袋锁死在僵化的八股文里。目标不是探索自然，而是成为体制内的一颗螺丝钉。这才是我们文明长期停滞的深层原因。有人会问，那过去40年的经济奇迹又该如何解释？答案其实更扎心，因为那只是一个昙花一现的例外时段，不是我们自己发展出了增长文化，而是我们暂时有限度地模仿了西方，放松了思想管制，允许了市场竞争。正是这段偏离历史轨道的行为，释放了被压抑的能量，才有了那些民营巨头。但遗憾的是，从2012年之后，我们正在清晰地回归历史常态。而如今，安全和服从压倒了增长和创新，党领导一切重新成为最高原则，增长的萌芽正在被系统性清除。更要命的是，我们有了新科举，国家力量集中投入芯片和新能源这些战略性赛道。这看起来很宏大，但它却让所有资本和人才只追逐政策红利，而非真正的市场需求。结果就是产能严重过剩，全社会在内卷中不断消耗，内部活力在衰减，而外部市场在关门。欧美两大市场现在正筑起贸易壁垒，而出口贸易，这个我们经济增长的最后一道引擎，也要熄火了。所以你看，无论是从几千年的科举史，还是从近100年的集权史来看，中国经济在经历了短暂的繁荣后，最终都将回归到那个长期停滞的权力垄断一切，追求稳定高于一切的宿命。我们能否打破这个增长文化的诅咒？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